18岁那年，我的好友王承正和我暗恋的女作家，在我没敢推开的那扇门背后，玩着不可描述的游戏。离奇的是，之后好友竟然死了，作家也宣布封笔了，而我的人生也永远困在了这里。如此又过了1周，到了今天是周末，老公没有出门，我照常在书房看书。邮递员终于上门送来了第2封信。读者来信，林思思小姐，您好，收到您的回信，我很高兴，这证明您对我讲述的故事还是感兴趣的。接下来的内容，我反复斟酌该如何措辞，最终决定还是直截了当的叙述。2003年王成死后，我以为我可以放下过去了，可是现实情况却不允许，我仍然整宿做噩梦，梦到那扇虚掩的门，还梦到王成的葬礼。话说回2003年的葬礼，其实当时我就察觉到不对劲了。停灵3天后举行葬礼，遗体告别时，我才看见王成的。老实说，看见他的那一刻，除了惊吓以外，更多的是陌生。虽说时隔5年，虽说泡水肿胀，样貌凄惨难辨，但我下意识的感觉陌生。我感觉躺在棺木里的根本不是王成，当真是很大胆的想法，但这个想法在我心头越来越重。我环顾参加葬礼的众人，每个人都在悲伤，似乎除了我以外，没人怀疑这一点。台上，王成的父亲念着悼词，我的荒唐想法是如此不合时宜，但我无法投入到悲伤中去。我抬起头，左顾右盼，某一刻，我顿住了。我好像在人群里看见了王成，心跳频率顿时飙升。我连忙定睛细看，发现看错了，他是个陌生男人。葬礼结束后，我躲在暗处观察那个男人，他和王成一样，长得帅气逼人，气质出众。他不是当地人，我问了父母，他们都不清楚这人是谁，我心中便存了疑。葬礼结束，人群散去，我一直在跟踪那个男人。当天夜里，他就驱车离开小镇了。看车牌是大城市的人，不是王成上大学的那个城市，那年头有车的人不多，男人的车也不便宜。我实在想不通，这样一个大城市的有钱人，为什么会不远万里来到一个小镇，参加一个小镇少年的葬礼。直到半年后，我才有了答案。葬礼结束后，我放下心中芥蒂，重新喜欢上了林思思。当然，纯粹是以读者的角度，我花了半年时间补完了她之前的作品，其中不乏有当年高中时看过的短篇。林思思早期的作品已经显露出惊人的才华，那时候我们就有预感她以后一定会出名，现在看来果真如此。半年后，因为期待林思思的新作，我开始关注她的近况。然后在一次作家访谈中，我再次看见了那个出席葬礼的神秘男人，原来他是林思思的老公，也是一名心理医生。这样的联系让人不得不深思。当年高考结束后，林思思和王成有过一段不可告人的往事，如今我已看透这件事。文人多情无可厚非，那不过是林思思旅居经历中的小插曲，过去了也就过去了，两人应该不会再有交集。可是5年后，王成意外身亡，林思思的老公却出现在了王成的葬礼上。世上会有这样的巧合吗？谁会通知他呢？王成的死难道和林思思有关吗？这一点令我费解。正好碰上国庆放假，我再次回到家乡寻找答案。在家乡住了1周，见了不少同学，留在当地的放假探亲的加起来也有大半个班。当年的班长索性组织了同学聚会，一起叙叙旧，同学们追忆过去，喝得尽兴。席间我把话题引到王成身上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会儿，但因为当事人已经死了，也没有讨论得太过火。可我却越听越心惊，越喝越清醒。谈起王成，我们都知道他后来去了哪个城市，上什么大学，学什么专业，但是这些信息都是从王成父母那得知的。这些年似乎没人和王成保持直接的联系。王成是很帅气的，他曾说上了大学要去拍几组帅气的写真，所以按理说他会有更近期一点的照片。可是为什么他的遗照还是5年前高中时拍的呢？带着这些疑虑，我继续不动声色地套老同学的话。时间就此回推到5年前，我从众人口中，从不同人的角度得到了更为宏观的视角，重新拼凑出高考结束后流传在小镇中的丑闻，然后逐渐发现了一个恐怖的事实，那就是发生那件事后，好像没有人再看见过王成，所有人都觉得他是没脸，躲着不肯露面。我心里怨恨他，也不愿再去找他。事情发生后不久，王家就搬家了，在一个无人留意的大清早，一家人悄悄搬走，大家各忙各的，暑假结束后就都出去上大学或者打工去了。那件事发生后，没有人再看见过王成，就连我最后的印象也仅仅是那扇虚掩的门。这5年，王成竟能如此销声匿迹吗？这里边一定有问题。我想要知道真相，我忽然有了这个执念，
否则我永远也逃脱不了那扇门的梦魇。半年前办完葬礼，王家就又离开了。这些年，他们一直定居在外，每年偶尔回来。我从邻居那里得知了王家现在的住址，当即整装出发，找上门去。我单独找到王成的母亲，请她吃饭，很自然地谈到王成，问起王成的大学生活。他母亲一开始还能讲，但完全经不起细问，最后开始闪烁其词，几次转移话题，眼神也越来越飘忽。大多数人的实话其实很好诈，只要他心里有鬼。在我凌厉的逼问下，他终于崩溃，说出了实情。高考结束后的第一天，王成曾跟母亲说：妈，我要去做一件很勇敢的事。我以前一直都和朋友在一起，我不好意思做，这次我要背着朋友自己去做。他果然和我是一样的心思。我当时没太在意，只嘱咐王成早点回来，可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从王成母亲口中我才得知，高中时的我们还是太单纯，仅凭2个月的相识就敢一头热地扎进爱情。我们被林思思博学多才的表象所吸引，她虽然看起来像个淑女，可我们却忽略了她实际是个来路不明的外地人，知面不知心。林思思看似文质彬彬，实则心理变态。当约会地点变成了自己家，她也露出了真面目。高考后的那天，王成陪林思思玩大人的游戏，就被他藏在枕头下的电棍电晕，并且醒来后还遭受了折磨。早在1998年，王成就已经死了。得知真相后，我惊愕的半天说不出话，心中五味杂陈。如果当年我推开了那扇门，王成是否就不会死？又是否我也一同死在林思思手里？我不知道答案，我只知道如今坐在这里的我还活得好好的。因为我的知趣与胆怯，我没有推开那扇门，也就逃离了不确定性的恐怖，与死神擦肩，捡回了一条命。那个时间线上发生的事与我平行而过，我无从窥知。高考后的那一天，林思思杀害了王成，她本可以神鬼不知的处理掉，毕竟王成是秘密去到她家的，虽然知会过母亲，但并没有讲明。而我阴差阳错发现了奸情，又将奸情散播出去，传得人尽皆知，就这样把林思思和王成捆绑在一起，集中了所有人的目光。王成的父亲和哥哥气势汹汹上门讨要说法，林思思无从辩驳，于是干脆将一切和盘托出，并开出了一个对1998年的小镇居民来说是天文数字的价格。王成已经死了，不论如何他回不来了，能回来的就是一笔巨款。王成的父亲和哥哥气势汹汹的进去，沉默的出来，最终他们接受了林思思的建议，就着流言将计就计。他们假称没脸再待下去了，举家悄悄搬离了小镇，以掩盖王成失踪的事实。清晨的雾气散去，小镇居民醒来时，王家就已经空了，谁又会去想搬家？下山的货车上是一家几口人，王家走了，林思思处理完也离开了小镇。这桩沸沸扬扬传了几天的丑闻也就落幕了。